杭州亚运会近在眼前，两朵跳水的小花仍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。在最新的采访中，两人也被单独问到了很多问题，其中陈芋汐的语言组织能力越来越出色了。可以概括为3个问题：是选择跳水这条路的起因是什么？陈芋汐的答案是3岁看到08年奥运会领奖式种下了种子，在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，看到姐姐哥哥他们能站在领奖台上升国旗赠国歌。第2个是东京奥运会无缘金牌后的感受，陈芋汐表态有哭过，但只是一种释放。第3个是对全红婵的看法，陈芋汐表态不意外她的出现，也感谢她的出现，然后我们俩也是原心竞争，而且她的出现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吧。我会更加要求自己，然后去进步去努力吧，去追上他的脚步吧。反观全红婵的采访很简短，也从镜头中他闪躲的眼神中能清晰的感受到他还不适应这样的阵仗。有2个问题，一是东京奥运会上的感受，全红婵表态以为就像全国大赛一样，另外对东京的饮食吃不惯。2是成名后的感受，全红婵表态很不适应，不太适应，感觉做啥事然后就觉得有很多目光都在盯着你，出去玩之类的都害怕，感觉想有点私人空间吧。这是中国跳水梦之队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一场比赛，也是外国跳水队噩梦的开始。当众多外国选手发挥出色，在第1轮就拿到高分后，台下的外国跳水队纷纷窃喜，他们认为已经连续4年吞下败果的中国队显然已经无计可施。第一次近日派出了2个毫无大赛经验的新人前来参赛，他们认为外国跳水队统治的时代就要来临。就在他们还在畅想未来之时，一个面容青涩的中国小姑娘走上了赛场，令谁都没有想到，接下来这个小姑娘的表现直接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，从此让金牌的争取变得异常激烈。2019年7月17日，坐标韩国光州体育馆，来自全世界10米跳台的精英都来到了这里，他们将争夺这场国际泳联世锦赛女子10米台的金牌。所有国家都派出了实力强大、经验丰富的选手，而我们中国队这次偏偏派出了2位新人，他们是来自四川的小将卢维和来自上海的小将陈芋汐。这2个小姑娘虽说是第1次参加世锦赛，但她们的肩上却背负着巨大的使命。要知道，自2015年开始，我们中国队已经连续2届痛失了金牌，这样的结果对于辉煌的中国梦之队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大胆的启用了新人，派出了年仅14岁的陈芋汐和卢维。外国跳水队都认为中国队肯定是无人可用的，竟然派出毫无大赛经验的小姑娘来参加世锦赛，可他们就不知道从这场比赛开始，这小姑娘将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噩梦。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搬好小板凳，准备好啤酒、花生、瓜子饮料，我们马上进入这场载入史册的大战。首先迎面走来的是美国队，第1跳选择407C 难度系数 3.2。美国队的开场永远不会让人失望，第1跳的表现还算不错，裁判果断奖励52.8分。随后是日本选手马自达的第1跳，这一位也是我们的老熟人，他选择405，并难度系数 2.8。相比美国队而言，日本队倒是显得比较慢热，第1跳有模有样的拿到了67.2分。期待你们的下一跳。下面是马来西亚选手的第1跳，选择107，并难度系数 3.0。马来西亚选手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，第1跳便迅速的进入了比赛节奏，拿到了70.5分。澳大利亚选手的第1跳选择107，并难度系数 3.0， 也成功拿到了63.00分。一位外国选手在第1轮就显露出了对于金牌的欲望，我们看中国队会如何应对。中国选手卢维的第1跳选择107，以难度系数 3.0， 漂亮，跳得非常的好，小将卢维丝毫不怯场，第1轮就跳出了咱们中国队的风采，成功拿到了72.00分。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1跳同样是107，并难度系数 3.0。陈芋汐的第1跳虽然有些紧张，但还是掩盖不了她强大的实力和天赋，先拿了76.5分。再说第1轮2位中国小将先拔头筹，但此时和外国跳水队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。我们来看第2轮的比赛，美国队的第2跳选择207C， 难度系数 3.3。 美国队继续加大火力，可惜表现不是特别好，最终拿到69.3分。日本选手的第2跳选择107，并难度系数 3.0。只有3个中间分是有效的，有点可惜。日本队今天还真能撑得住，拿到了72.00分。马来西亚选手的第2跳选择205，并难度系数 2.9。 老将就是稳。马来西亚选手潘德莱拉继续稳定的输出，达到了73.95分。澳大利亚选手的第2跳选择6243，并难度系数 3.2。
这边澳大利亚选手也渐入佳境，成功拿到了75.2分，学外国选手来势汹汹。我们看中国选手卢威的第二跳，选择407，新难度系数3.2。哎呦我的天！卢威的这一跳出现了一个大失误，小姑娘由于紧张，身体打开的时机太晚了，最后只拿到了62.4分。我们看中国选手陈芋汐能否扛起大旗，同样是407C，难度系数3.2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关键时刻，陈芋汐支棱了起来。这一跳不仅空中动作优美，并且展现了神奇的水花销失术，成功拿到了88.00分。此时外国跳水队已经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对劲，这个小姑娘的能力好像远不止于此，仅2轮过后就领先第2名20分之多，这让所有人都对眼前的这个小丫头重视了起来。我们来看第3轮，美国队的第3跳，选择307，难度系数3.4。这一跳有点失误了。最后得到了62.9分，希望他下一次能加把劲。日本选手的第3跳，选择205，难度系数2.9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！给你47.85分，再接再厉。马来西亚选手的第3跳，选择624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马来西亚选手用一个臂力动作再拿70.4分。澳大利亚选手的第3跳，选择305，难度系数2.8，漂亮，也得到了70.00分。中国选手卢威的第3跳，选择626，难度系数3.8，可以，这一跳卢威找回了状态，成功拿到了84.15分，将总分追了回来。我们看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3跳，选择626，难度系数3.3，好漂亮，太棒了！太漂亮了，实在是太无解了。此时的陈芋汐已经打开了训练模式，逐渐适应比赛的她仿佛进入了无人之境，轻轻松松的拿到了97.05的高分，用一个接近满分的一跳，让现场的外国跳水队目瞪口呆。而陈芋汐的逆天表现这才刚刚开始，接下来的她将用摧枯拉朽般的表现，让外国跳水队彻底陷入了绝望。我们来看关键的第4轮，美国队的第4跳，选择624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有点小失误，最后得到了52.8分。日本选手的第4跳，选择305，难度系数2.8。这一次日本队主动降低难度系数2.8，成功拿到了67.2分。马来西亚选手的第4跳，选择407，难度系数3.2。马来西亚选手最终也没经得起考验，出现了失误，只得到了62.4分。澳大利亚选手的第4跳，选择407，难度系数3.2。澳大利亚选手突然迎来了爆发，如愿的拿到了80.00分。中国选手卢威的第4跳，选择207，难度系数3.3。小将卢威继续往前冲了，漂亮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卸下包袱后的卢威终于跳出了自己的水准，出色的拿到了80.85分，把握住了关键的一轮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小将卢威继续往前冲啊！让我们来看陈芋汐的第4跳，还会带来怎样的惊喜？选择207，难度系数3.3。漂亮！这空中姿态加上水花消失术，彻底击溃了外国队的心理防线。再次拿到94.05分后，陈芋汐的总分来到了352.6分，整整领先第3名外国选手70分之多。小将卢维也以2位数的优势稳居第2。此时的比赛显然已经没有了悬念，不过观众们反而更加来了精神，他们非常好奇2位中国选手还会带来怎样神奇的表演。让我们调整下激动的心情，一起进入最后一轮的对决。首先看几位外国选手来助兴。美国队的最后一跳，表现不是很好，裁判抹了抹脸上的水，扣上67.2分以表问候。日本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日本队必须紧跟大哥的步伐，还是失误了，同样得到了67.2分。马来西亚选手的最后一跳，好的，没问题。马来西亚选手确实是铜牌的有力获得者，最后得到了72.00分。现在压力来到了澳大利亚选手这里，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回应。稳定发挥，最后也拿到了72.00分。中国选手卢威的最后一跳，选择525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
有点可惜啊，卢威的最后一跳水花没有压死，有点美中不足，但依然得到了78.4分。小将卢威成功锁定了一枚银牌。接下来就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刻了，中国选手陈芋汐的最后一跳，选择5253，第一难度系数3.2，让我们屏住呼吸，千万不要眨眼。没有问题，这个非常棒，毫无疑问啊，我们不需要等裁判的分数了，确实是漂亮。陈芋汐没有让观众失望，最后一跳再次上演水花消失术，宛如一片落叶掉入了水中，神级表现征服了现场所有人，不费吹灰之力的拿到了86.4分后，陈芋汐以断崖式的领先拿到了这枚珍贵的金牌。中国跳水梦之队开启王者之路，全体起立，让我们为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威鼓掌点赞，你们值得所有的鲜花与掌声。